上一集，黑沙暴即将席卷樱桃小镇，真明在撤离的途中突遇一具尸体，众人收到尸体定位信息，闻讯赶来。我出来了，发现车辆侧翻且油箱破裂，死者真护卫被卡在驾驶位上，头顶有破损伤。哎呦哎呦哎呦！且身上有多处打斗及烧伤痕迹。现场搜证后，初步判断为翻车后油箱爆炸致死。啊，油箱爆炸！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基于42号货物的大赛德、陈丰一、勋武明、新雅、哲必特当中。为何案发现场没有子弹掉落？那现场的硝烟反应又是如何来的？每个子弹都有名，你在现场找子弹不就完事了吗？但是我们都是满弹出来的呀，都是满。消失的42号货物到底去了哪里？那个东西等于最后是跟着针一起的了，但那个东西消失了。凶手究竟是如何完成作案的呢？这个针它是怎么死的？谁追到这儿了，并且用什么样的方法尾随他？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整晚整理案情，吃不好，睡不好，身体真的吃不消。外星人维 C 水，满足每日100%维 C。身体棒棒棒棒，维 C 水，状态棒棒棒棒，维 C 水，棒棒棒棒棒棒，外星人维 C 水，身体棒棒棒棒，维 C 水，状态棒棒棒棒，维 C 水，棒棒棒棒棒棒，外星人维 C 水，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行吧，反正第一票我先试着投吧，我也不指望要封神。你可以的，可以，你肯定可以。谢谢你们。Yes， 你可以的。好，先来试着投一票。因为后面在碉堡1发生了枪战。而最后呢，真守卫是带着42号货物从碉堡1离开，来到了比较远的案发现场。那么我简单的方式先排除了3位，就是哲必特、大赛德和新雅。因为在他们的动线里面，他们并没有到碉堡1的这个位置，所以会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这个针要从哪里出发。那么从陈丰一和勋武明的角度来说呢，陈丰一他其实可以撒一个谎，就是因为他在2点之后他是可以开车的，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个时间差，是可以去回到碉堡1，然后继续尾随这个针的。那么勋武明可以撒的谎就是他说他被一个石头给砸晕了，那么他如果没有晕呢，他就可以继续尾随这个针来跟着他走，所以在这2点上他们2个都有机会。谁是撒了谎的人呢？先投你一票吧。我们就周身的环节，魔术 magical 啊！这里面是什么呢？哎，什么呀？和怀表回溯了吗？又能回溯了，时间回溯了。对，又能回表。
25年的9月9号啊，对，是你的父母啊？这是我的爸爸，他叫做打的 blue blue， 他真叫打的 blue blue。打卢布鲁布，他就是一个大的化学科学家，然后他就是想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和平。但是阿天科知道我爸爸特别的厉害之后，他就想让他去研究那个害人的那些东西啊。我爸他跟你不一样，他不服从，然后阿天克的就把我爸给杀了呀。就是这个9月9号。对，然后最悲凉的是在于我妈要保护我的时候，然后他们又把我妈给杀了。哎呦，我们整个村儿其实它就等于灭了，屠村了。对，我当时等于说幸存下来了，所以我对这个阿天科不共戴天。对，那你这仇太大了，仇是太大了。取信，对，我有信出来了，好。我查到哈天科集团将武器蓝图存入了曼德尔砖。旁边这就是曼德尔砖吗？对。这武器蓝图是指什么蓝图啊？这个是它能杀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我们不知道这个有杀伤力有多强。如果我们能学会了，我们用这个蓝图这个武器就可以把哈天科给反制了。对，这样是我一个梦想。所以我以为42号的地球是这个。我唯一的疑问是，你是奔着哈天科集团去的，对不对？啊，对。可是这玩意儿是金宝集团找真护卫来运送的。它和哈天科集团是可以打等号的吗？没关系啊，因为哈天科也要抢金宝这个东西，所以他以为42号那个箱子里是武器蓝图。对，是我自己联想的，因为我就是觉得那个42号里也许有这样一个蓝图的话，至少有机会我就能够掌握这么好的一个证据。所以你也就跟着抢去了啊。但你的联想的思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哈天科这个藏了曼德尔砖里，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在哈天科手上了。但现在这个明显这东西不在哈天科手上。你有什么东西吗？我没有，我身上。你没有东西？对啊。你呢？啊，我看看，这个放在我的离胸口最近的胸口还有一个证据。你委托确认的信息已核实，哈天科集团的脑机接口实验机确实可通过简单操作将机器植入脑内，实现神经功能重建。经调查，该机器目前已下落不明啊。它就是你觉得那个箱子里应该是脑机？我认为宝箱里面是哈天科集团的脑机，这就是为什么我推着我老婆来的原因。哦，给你老婆就复活了。对，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这谁呀？Lomisios，就是他们传了这个 Lomisios 博士的信息给我，然后就说我要去把这个货物给拦截住，不让这个博士被这个哈天克集团为他们所用嘛。所以这个是我去找那个货物的原因。也就是你知道这个博士长什么样子？知道。那你把他太太弄到家里之后，当下看到那个脸，你就应该当起反应啊。找错人了呀！你就推之前都不看一眼，推回家以后才看啊。因为我当时时间也比较紧迫，有点着急了。你已经到了家，已经知道这不是你要找的人了，你没有下一步的行动，你就待在家里守着这女孩啊。身上是不是没东西了？没有了。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我那些数据恢复图怎么样？行，走。15名，请你开门。知道。镇长也能开。哦，镇长也能开。哦，镇长可以开。好。哎 ，X 轴 Y 轴。该产品具有远程扫描及3D 打印功能。今日可使用4次。看一下。柜子下边，这个东西这儿摸到一个，好，信封。一个枪指着一个男的。他哥是吗？这是五哥，这是你哥。这有一个，等于说你哥以前被收买的，对不对？还有55万沙币。
等于说备注上次用局里关系帮集团瞒过了违禁药运输，干得漂亮。你看看你哥是个好人吧？那几个窥探实验数据的敌方处理得很干净，这是尾款70万，50万沙币。送来当脑机接口实验品的难民不错，这是你应得的。35万沙币，实验体残骸清理得很干净，没留半点痕迹，这是辛苦费。其实是这样的，我哥哥呢本身是一个好人，但是看见钱之后就不是了。但是呢，他有一天被别人就是留了一张这样的照片，然后发给他了。五哥，你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取决于你的选择。就是他被明白，他被威胁了，就那意思就是我其实杀你就像探囊取物一样，然后他就逼着他做这些坏事儿，然后也给他钱。那我错怪他了。但是你们能不能学学我的爸爸，被逼了之后依然没有服从？哈天克这帮人都是吃饲料长大的，这帮人这都不是人。电脑上的这个应该也好，刚才那个修复了，你的卡在这儿哈。数据已损坏，快恢复！你不是有一个什么恢复的吗？我来修一下吧。恢复后的视频，监控是吧？哎，这不是那谁吗？小强吗？甄小强，这是你哥。说吧，集团这次有什么安排？哼，五哥，急啥？哎呀，这次不是派活，你弟不是刚毕业吗？集团挺看好他的。别打他的主意，他是不可能答应的。那如果是以你的名义邀请他，他总不能不给面子吧？哎，你们是不是以为只要捏住了我，就能捏住他了？我这辈子是洗不干净了，但他，你们休想！哇！哥哥给了自个儿一枪。他其实就怕他们利用他来威胁你。所以他这辈子虽然洗不干净了，但是他不想让你重蹈覆辙，因为他无奈当中极度痛苦，他不想让自己的弟弟过同样的生活，所以他宁愿死也要保全你。他是个好哥哥，对，但是他其实心里头怀着一份就是感觉自己要赎罪的那个心，是不是？觉得自个儿也干过一些事儿了。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啊，你一直以为是别人带着甄小强进来杀了你哥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视角是我不相信我哥是跟他们一伙的，我觉得我哥是被诬陷的，因为这个门别人又开不开，对，所以一定是有一个暗桩，就有一个人来把他杀的。其实是他俩一块进来的。你的所有计划其实都是你臆想出来有那么一个间谍，对，有暗桩，对，但是其实并没有了。对，那其实你哥哥的仇也算报了。哦，是，小强不是死了吗？但是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还是想通过把定位器放到那个42号货品，然后弄进来，看看谁能进来，然后通过这个杀了。小强是谁杀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杀的，我有一个好朋友，黑沙车队的好朋友杀的。我以为是他杀的呢，把他带到这儿来。这上面这个我们也修复了，朋友们，这是定位器发生了如下的位移，单次位移均连贯完整，然后但是因为损坏严重，所以有3段时间他是不详。可是那个时间也顶多就是在20分钟以内嘛。他就是在1点和1点20之间呢，10分钟吧，应该是。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这20分钟里面它是前10分钟移的还是后10分钟移的。对，
12:50到1点向西，就是到了第一个发生这个枪战的地方。然后接着又利用了10分钟，就差不多中间停了10分钟嘛，然后再10分钟到了这儿，然后1点20到1点半向下移了，向下到了这儿，对，然后接着向东，被陈藏到了这儿，对，到了碉堡2，然后接着又从碉堡2又推回到了碉堡1，对吧？这个位移跟我们刚刚推的一样的，然后剩下就往下走了。剩下这个向南的这个不知道是谁弄的，这是什么地方呀？发电站。最后能跟踪到的就是到这个发电站了呗。哦，是关键证据哈。这没有这个里头是吧？没有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樱桃小镇地图扫描仪 XY， 它这样你弄到了这儿之后，它会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我们就可以再搜证了。对，它是个缩小版的。咱们就不打这个，打这几个点位，咱直接打这个多好。我想打你们，我觉得这3个是不是这个1，这个2，这个3，我想打这儿，就他们仨去干嘛？这些我想再打一个安保室。你听我说，这些地方是不是其实只是路过？对，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什么。碉堡2里面有什么？碉堡1里面有什么？还有这是个啥？我觉得这3个点是不是我们得要？那碉堡1有必要打吗？碉堡1有啊，因为他在碉堡1受的伤呀，我们得检查是不是他真的受伤，又是他撒谎了呢？那咱们把坐标得说一下，12、13和23，13、23、12，别打错了啊！一打哐当，扫描中，打完了吗？看一眼。哦呦！您说说，这时代加载完成，说，哇，不敢相信啊！那这能看出来啥呢？有线索，能开门吗？开不开？这是一个唇，就是卡在这儿的。哎，这你可以拿啊！这墙掉下来了，是不是这儿？把钱给砸晕了。就这个是吧？不是，是这儿。那这是什么呀？哦，这儿给我砸晕了。哦，这有弹孔是不是？对，那说明真的砸了你了哈。我们再扫下一个。加载完成。啊，就是这儿有个花，红色的植物啊，然后我把它藏到碉堡里了。1-2。哦，加载完成。这个有点东西了。这是42号货物。这里头有一个液氮罐，谨防高温，易发生爆炸。你看这个罐已经炸了。所以它这个箱子里运的是个液氮罐。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保鲜的东西，你看这里都是保温的膜啊，是用于它保鲜的。就像放了一个冰袋一样。但是东西已经拿走了呗？这现在什么东西是需要保鲜的？首先第一点，它一定不是个人。对，为什么？不然的话，人为啥要保鲜呢？哎，这儿有个东西，激光器。红外线切割器，高温红外线激光可切割任何坚硬物品。哦，就是用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切开了。这是不是
这应该不是吧？切割的这不是个洞吗？它就是这么切的嘛？你看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切口嘛。它这切割的方法也有可能把东西给毁了呀。但是它是在边上切的呀。就是这有东西啊。为确保押货的仿生人全力保障货物安全，该货箱锁已与仿生人真护卫绑定。绑定后，仅可凭借被绑定者的虹膜解锁。一旦货箱被暴力开启，被绑定者即刻会内爆死亡，身体外部无伤痕。这个东西一炸把真也给烧了。就是凶手根本都不用跟着死者去，他在这个变电站用这个东西切割开这个之后，那边人就自爆了。自爆了之后，他那个车是直接横着开撞到那石头上了，是吧？这个人是为了特意就杀真，不是他要这个东西，他并不知道会杀掉真，所以现在从找凶手变成了要找，就是其实谁要这东西啊？你们都要呀。风力监测10级风以后就不能驾车了，等于2点10分开始可以驾车。对，这是个啥？这是个啥？哎呀，这个这是我的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那你这个定位器最后的记录应该是这个箱子在这儿的时候，最后一个时间点2点以后。那所以他是2点以后炸的。至少2点10分之后吧？为啥呀？因为2点10分风才停是吗？朋友们，真护卫他并没有管这个箱子耶，对吗？他死在离这很远的地方。他去干嘛了？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如果真护卫是内爆而死的话，那他死就跟他开是同样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他还有可能死在前面。对，如果他先死的话，他内不内爆已经无所谓了。你是看他的脚是不是在踩刹车吗？对，我在看他。作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一旦被打开了，他就死了，对吧？对，他应该一直跟这个东西在一起啊。对呀，我觉得他不管那个箱子自己跑，这个可能性不大呀。他怎么都得跟这个东西在一起，他不是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他有可能就是内爆死了。死了之后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内爆而死的，所以就做了一个车祸的假象。但是不对哦，这里还发生了硝烟哦，还有枪啊。就是他身上有把枪，撞上石头之后走火了。啊？这是谁的枪啊？这是他的枪吧？有没有开枪？你看子弹，没子弹了是吧？你是为什么找箱子去了？得去你那找找去。来翻吧。哎，朋友们，有东西，这有个 pad。嚯，有 pad 就行了。像云端。嚯，你这有点厉害啊！好。他要把这个发到空中去。你们知道吗？我们离开的路上，在沙漠里面发现了一个死人。算了，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心肠，就发了一个定位，等于在14点半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定位。对，因为我也在这个镇民群里面。对。然后这里有一个新的风力滑翔伞的定位系统。
风力滑翔伞需靠风力驱动，内置定位模块，可实时追踪动态的位置，监测到风力滑翔伞已损坏，最后的位置记录上就是案发点。怎么回事？我去看见我那个老朋友罗米修斯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他们那个基地里是有这个火箭装置的。我突然间觉得说，哎，既然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做这个研究了，但我自己的初心不能忘，所以我也许可以做这个火箭，我把我自己发射到太空去，然后我去找我那个太空里的 AI 存储空间，然后我继续来做这个科研研究。就是说你想上天？对，就这个是我抢这个箱子的目的，因为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我自己判断，我觉得它能让我做那个火箭上太空啊。懂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时我醒来了之后，我不是火拼完之后没子弹了吗？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方法，我马上带上这个 3D 打印呢？对。在1点半到1点45，我打出了一个假的42号的箱子。我的方法是我拿着这个假箱子，然后去跟他调包，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我检查到当天差不多在2点半之后会没有风。我有一个风力滑翔伞，我带着我的假箱子，装满我的弹药，我就出发了。出去之后，我就又一顿搜索，突然间我又看到了一个穿着那个扛沙服的人，在这个42号货物的碉堡旁边，就是在那儿枪战啊。然后我一看，哎，这箱子就在这个碉堡的外边嘛，我就假装把我的假箱子先放到了那个碉堡里，我又把真箱子也推进了碉堡里。这个时候我就把2个箱子都放到了碉堡里，然后在那个洞里把那个真箱子的 logo 贴到了我的假箱子上。我得确保这套系统我能实施嘛，然后我自己又从碉堡走出来，拿着我的风力滑翔伞测这个风速，我觉得哎好像还行。这个时候我就又回去了，把我的真箱子又推出来了，然后把我的这个风力滑翔伞放到真箱子上面了，然后我就给它放走了，因为我有定位系统，它掉哪儿无所谓。那么这个时候贴着 logo 的就是假箱子嘛，然后把我的假箱子嘟嘟嘟又推出来了。我做完了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我就回到了救助站等待，然后等到风停了之后，我就可以根据定位系统，我就可以回去拿箱子了。到了2点半，我就是打开了那个 pad 上的定位，然后就发现箱子已经落在沙漠里了。但是这上面有一个显示，就是在2点15分的时候，我的这个滑翔伞被损坏了。被谁损坏？被风吗？不知道。你假箱子里面你也打了液弹？没有啊，我假箱里啥也没有啊。可是它这有液弹啊，这里头有一个液弹罐。你唯一能证明它是假箱子，它有 logo， 对不对？对。可是，在里面有它的定位器，有定位器的是真箱子。对，是。也就是说，你运走的是那个假箱子。改了 logo 之后，有人又改了 logo， 你还是把假箱子给弄走了，真箱子留在了现场。啊？那就是在我测风速的时候，那个人又给换了。对。出现在这儿的应该是真的箱子，对，因为有定位器的就是真第一有定位器，第二里面有液弹，因为你扫描只是扫描了一个壳嘛。对，我不可能扫描里边东西，因为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嘛，对不对？哦，我认为的真的，但其实是个假的。所以真是一直以为那个是真箱子，他所以就跟着滑翔伞跑，对，他就开车走，跟着滑翔伞跑，但你不会跟着他跑，因为你的定位器在真箱子这儿。对。但是这解决了为什么真跟箱子分开了的原因。对，因为真是追假箱，真以为去追假箱子去了。但是真到底是因为他劈开这个死了，还是因为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定有人追过来，在这儿给了他一枪，不然的话这里不会有硝烟。
硝烟肯定是开枪的，开枪是吗？这个点是一定是有人开了枪。如果开枪那么重要的话，那真有可能就是被枪打死的。对，所以现在不知道他的死亡时间，主要是他具体的死亡时间。万一开枪是为了打降落伞呢？就是你说他追这箱子，他如果距离近了，他会不会开枪打这个降落伞？是不是就有硝烟了？也有可能。什么声音啊？看一下 pad。谁的粉红色滑翔伞挂仙掌上了？下面还拴着空投物资，也就是说那个箱子现在还在那儿呢，挂在那儿了。这个东西是，哦，是根据这个推，因为这是那个风向。对啊，但他是在哪个格换的？你是在我们看一下那沙盘，降落伞降在哪儿了？咱们还可以复刻一下那个格子，然后就可以看到降落伞了。你是在哪个里换的？有花还是没花了？我是1点45分从我家才出发。1点45分。对，那么我最少走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55了，55，对吧05一刻，2点1刻。2点1刻是错的，因为它那个风力装置就不对了，失效的时间，对，所以就只能可能是就这儿。那我就是55、05到了这儿换完。2点15的时候还在这儿，2点15，然后再吹西南风。15发生了故障，但是它并不会说停下来，它还会飞，就往哪儿吹风它就往哪儿走了。西南风是往这边吹，那就是它就往东北走。2点1刻损坏了，对，这个时候等于它只能根据风最后的一点风力，2点1刻改成了7级的西南风，它能吹一阵子。吹一阵子呢，其实在我们地图上有可能的点，西南风这么吹过来，它就是往东北走，那就只有这个点。对，所以这个点应该是5-2。5-2吧。加载完成。Yes， 又有新场景了。我降落伞，哎，仙掌，你看这是啥？扎破了。子弹。哇，被人打到这儿了。那就这是子弹，真真打的。哦，子弹 ，OK， 他把它打下来的啊，因为他要这个东西。那所以他最后打的就是OK， 硝烟就是那个 OK。里头是个空的假箱子，啥的木有 ，logo 的木有。OK， 你这打的不错，打的一模一样了，可以说。有啥用呢？自己一顿操作，累的不行。那就是凶手不用到跟着来，那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凶手根本没有跟过去，凶手也知道这个是个假箱子。凶手不一定。我觉得会换标签的和最后跟着这个真箱子走的是同一个人。我想问一下，真箱子是谁推到发电站的了？不知道啊。凶手呀，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凶手把它推过来才切开它。真还是因为真的箱子被切开之后，真自爆了。走，去那个讨论室。
我们谈一下真开车的路线吧。真是从1号点出发到他死亡那个点，一共走了5格嘛？对吧？你看看走的路线能遇上谁吗？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么来的，就是西北风，风中这么来，它大概率是这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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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对对。还是得把时间线稍微再理一理啊。我们要不先把新的写下来？我可以。12点到12点02到的那个金库，我拿他的手摁了那个开门的嘛。然后一直被迷晕，迷到12点52。对，他醒来的时候，那个真已经走了。他是在这儿目击了我大和真的打。对，我跟他在这儿打的，应该是。我还推了会儿箱子中间啊。大跑了之后，真他追上去打，他跟他在这儿打的。打了一段时间没打过，然后回家了。到达家里的时间是1点半。然后我1点半到1点45在家打那个箱子。3D 打，15分钟打了。1点45出去了哟，去的换箱子那地儿。2点05。他看见你和真在那火并嘛？对。然后火并完了之后，他不就出去测风去了吗？他就是看到你在那打的时候，没人盯着箱子，你打不可能守着箱子打。对对。心呀，在前门，我俩火拼到后门了。我那个墙的位置是在后面，是这儿。这是什么呀？这儿给我砸晕了。这有弹孔是不是啊？对。对，他很有可能，因为他真的视角是在那个碉堡的后面。但是问题是你和真火并的时候，他出去测风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蹲在那个碉堡里，还有人进去换了标签。对对，我一顿操作完，结果箱子还是拿着我自己打印出来那假的给他放走了嘛。1号碉堡。所以你大概的时间应该是在，就应该是2点05到2点10分。我2点半回到家里，脱下我那个扛沙服，打开定位，发现它坏了。因为我必须得回家才能打 pad 看定位。然后发现它坏了之后，你去追它了吗？我没去追它，我就接到了群里的信息，就说死人了。你不也得去找伞吗？不，我发现我的箱子跟死人的地点同一个地方重合，我决定赶紧开车前往。好 ，OK。但2点10分以后就可以开车了。对，风停了。对，那车是随时哪儿都有，共享吉普，路边跑跑图就有了。说说你吧，你真的就没出来过？我可以帮新作证啊？那谁能帮你作证啊？因为他的所有东西我都看到了。你看到我什么？你说，我就是那个换箱子那个人，割箱子的人，割炸了。我就是把那个箱子在那个电厂割掉的，打开那个真箱子的人。啊！来，坐下说。这段新鲜的东西，你坐下说。你为什么要推到变电站去做这件事？你怎么能确认他不是因为内爆死的呢？你为什么敢认？因为我其实比新先到了那儿，我是1点45到了我的便利店嘛，然后去看他，然后发现他不是博士，然后我就又想出去找博士，就拿着博士的这个照片出门了。然后我就到了1嘛，就是过去的路上碰到了有人在枪战，
那就是勋跟那个真，然后我就想先躲在旁边看，等他们两个至少死一个之后，死一个之后，就是两败俱伤之后，因为我的武力值没有那么强嘛，哦，对，我是用脑的，然后呢，我就躲在那儿看，当时这个箱子确实是放在这个外面的，看着看着呢，就突然来了一个背粉红书包的人，就是星。我就看到他推了一个箱子推到这个碉堡里面，然后他又把外面的这个箱子推到这个碉堡里面，然后我就躲在门缝里看，就看到他把那个贴纸给换了。碉堡里碉堡啊，换完之后他又出来了，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拿一个什么风力装置在测那个风向什么之类的，我就趁这个时候呢进去了，我就把那个真假的贴纸换了。把他以为的那个真箱子换成了假箱子，然后又把那个箱子的位置也换了一下。等于你又把他调包回来了，然后你又眼睁睁看着他出现放飞箱子的，是。然后我就把那个真箱子给推走了，你就往下推了，往下推了。所以最后那个定位的那个往南移动500米是我干的。哦。你这时候有注意到真在干嘛吗？没有，完全没有看到他。真一直在跟勋火并，在这期间就没有出现过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就晕了。然后新的那个时间呢，就是刚好跟我是可以互相佐证嘛，因为他2点05之后才到的这儿，所以说他干完这些事儿，我再把箱子推到这儿要10分钟。我为什么出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电站还有个钟，我切开这个箱子是在2点20的时候，这个箱子炸完之后，我才看到了就是它的那个提示，箱子是跟保护人连接在一起的，箱子坏掉的话，那这个人就会瞬间内爆，所以我当时还有一点害怕，是不是我杀了他？但是根据刚刚分析的这些，我发现他只能死在2点15。为啥呀？因为他如果是在2点15之后的话，他就不会死在这儿了。因为2点15之后，这个风向就变了，有可能往这儿走。他这个行动轨迹没了。他不能到2点20，因为他5分钟他一定会挪动。如果他没死的话，是，就是在我爆之前，他肯定就死了。但是2点1刻伞损坏这个时间是确定的。对。那就说明是有人2点1刻追过去把他给杀了，他不是自爆的。哎，我能问一下，你切箱啊，你就想拿里边东西？我切的，我其实它是有一个盖子嘛，我是直接切那个锁，切那个盖儿，切的那个东西它比较长，所以是会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我一切开呢，就发现瞬间看到了里面有很多的冰啊什么的，然后就爆了，就炸了，然后没炸到你，炸着你了吗？没有炸到我。那不是炸了之后你去看了吗？里头是什么东西？就是冰，然后炸没了，就跟你们看到的一样，东西也没了。对啊，是不是这个氮气把这个东西给炸毁了？啊？就你纯把宝物给毁了。那会是个什么东西啊？他说为了保鲜，哎，他还一打开东西就炸了就没了。那么陈呢？陈的时间我们再写一下。陈，您的时间跟我们说一下。我是12点55去的金库啊，发现人也没了，货也没了，因为外面风很大，我就把太太留在了金库，然后我就赶紧出去追箱子，一直追到了一个碉堡旁边，发现有一个上面写着金宝的人在推箱子，我就把他的左膝盖打了几枪，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倒下了，之后我就赶紧冲上去推这个箱子，推到了一个有红色植物的碉堡旁边，从1号推到2号了。好，我们来算一下时间啊，1.05、1.15、1.25。不是，刚刚他的那个记录仪在这儿跟这儿应该是有停10分钟左右的。哦，对，向南到这儿的时候是1点半，等于你是1点半以后在碉堡1，是吧？你到了堡1之后，把它向东500米，这个没有时间，但是一定是在1.30到1.50之间，对吧？推进堡2之后，我就想去金库把妻子推到这儿来。你没有想到推箱子去金库找妻子，就是风沙太大了，哦，对，推不动了。你几点到的金库？一直到14点20。啊，我一下就安全了。哎，你不用14点20啊？对，最晚10分就到了呀。2点10分就到了。就是说出去风沙还是很大，走的有点艰难。对。你2点20到了金库，对吗？对。发现他不在了，你就2点半又回到家里。回到家中，我回家看看他会不会突然醒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信息，死人了。你担心是你的太太，对，你就赶了过来。对。他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活的时间点，他最早可以1点40推到堡2。他1点40到2点半的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印证的。他回没回家，去没去金库？是的。我一定去金库了呀。证据是什么？因为我看见的结果是他在佐证啊，他把我太太推走了呀。2点10分之后可以开车了。对。你如果心急如焚的想把太太接过来，你不可能2点20才到金库。对。第二点，你从金库再到别墅回去，你也不需要10分钟，所以你的这个时间点，你等于是在一个可以极快速移动的情况下，你在慢慢溜达，不合理。其实是这样的，1点40你就已经可以从碉堡2离开，这样的话2点你就可以到金库，2点10分你就可以到你的别墅，换好衣服，拿好弹药。然后我接着去哪儿呢？你应该是往碉堡这边来了，看到针去追箱子，你就跟着追啊。什么时候的事儿？2点10分之后。别呀，我5分钟冲到1，然后看见他，我冲到1，这时候针已经死了。不行，他时间来不及。对。但是他是肯定有回家的，是吗？肯定回家了呀。他留下了那个衣服，上面有擦伤的痕迹，这个东西是证明他回过家的。你可以干完事儿回去金库，发现没有太太。他除非啊，陈没有回家，他不能回金库。陈把这个东西推到碉堡2之后，只能在附近等候，因为他需要找时间去把它运走。中间他可能看到勋把箱子推到了碉堡1，于是他在碉堡1目睹了真追着这个箱子走。然后他就跟上了。他跟上了，2点1刻杀掉他之后，然后他再坐车3分钟回到自己的别墅，然后换衣服拿弹药才有可能。对呀。但是这样是不是不太合理？是不太合理，但是对你来说最方便的就是推着宝箱回金库。那我为什么要把它藏在那儿呢？我是想说，我的第一顺位一定是去找太太，所以我的所有的动线，你看，我把箱子藏在堡2，然后我先去金库是为了找太太，对吧？我回家也是为了找太太，对不对？如果太太不知道在哪儿，这箱子对我来说没有用了。确实也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拿箱子去治他太太病。我是感觉陈儿
这边会比较牵强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是他杀的，那他的下一步应该是继续去找那个箱子。对，是，陈确实是太勉强。刚刚我收到了讯息，您查询的仿生人编号101的死亡时间为 M266年4月22日14点20分。啊，14点20分？那14点20分，那不就是我了？哎，之前的14点15分，哎呀，吓人！没有啊，没有。刚才是不是天都塌了？早知道不切箱子了。我们其实已经推出来了14点15分嘛。对，下面我们再来说大。哎，你跟真发生火拼就是在金库是吗？金库边上嘛。对。这儿走，对，因为他要到就是嘛，他要往这儿走嘛。对呀，你不应该直接往下推，你为啥？你不想回家是吧？就是我一堆兄弟嘛，我推出金柜之后，我计划先将箱子带到小队所在的位置。小队，他们小队，这个合理，这可以。12点45之后，等于就出现了一大堆乱事儿。然后我就穿着那个抗纱服，就回到了我这个修车处。你几点回到的修车处？ 2点整。2点整。对。3、4、5，他回去需要50分钟。你想想，中间得发生这些事儿，差不多就是2点才能到家了。差不多。然后因为12点有一个广播说2个小时之后这个风沙就会变小，然后我就在那儿等，到14点10分的时候。哎，风沙变小了，然后找了辆共享的越野车就开过去了。你等于开车去找真了是吧？没有，我就回金库啊。那你为啥回金库呢？回金库，然后去找那真呀。啊，完你认为真还能推回去？对，然后也看看金库里怎么样了。因为我是14点10分开车走的嘛，14点14到达了金库，然后4到16在金库周围看了看，然后进去也看了看，就发现之前晕的那个人也不见了嘛，然后针也不见了，然后货物也不见了。然后呢，我就是地毯上搜索，就一格一格这么走，是在36的时候碰见你们俩的。撤离，快点撤离！哎，这怎么还有人没走呀？啊，36。对，因为我没有听到你们说那些广播谁死了。但是你这样走，你没遇到过任何事儿？你没看见过伞？你这跑图吗？纯跑图吗？我没有看见过，对。啊？哎，是不是我应该是完美错过了？你看我16分往这边走，17、18、19。20的时候我会碰见什么事儿吗？不会，这是便利店。对，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是这么个路线啊。你就正好搜到了大家都集合那个点儿。其实我就是完美错过了你们所有的这些噼里啪啦。但他至少能看到箱子吧？他有这儿不是没有沙子吗？可是我在追的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不知道有伞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可是伞吊着箱子啊。那你到这儿的时候也应该可以看到，你在这儿也看到箱子割爆了呀？对啊，你到电站你没看那箱子被割爆了吗？所以你到底是怎么走的？我应该是这么走的，我不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对。对呀。说错了，你应该换一条路线。可是确实就是这么发生的。你知道你有一个特别不利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知道，就是你
14到16，14到16到的这儿，对不对？对。但如果你2点钟到家，你的家在这儿，如果你2点14到了这儿，你就直接跟真可有余，你根本不需要尾随，就等于说赶上了，直接撞上了，对吧？就这么巧，他肯定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嘛。是不是你开车别了他一下呀？什么意思？有个肇事的事儿吗？是不是在这儿别了他一下，他撞在石头上了？撞翻了呗。大的这个作案时间很充分呐，因为这个是没有证据佐证的。他说的路线，我确实是没有听见你们什么所谓报告，跟你们之间所有事儿我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完美的错过了你们所有人这些事儿。他有可能其实从金库他并没有回家吗？一定得回趟家，因为你们每个人的弹药都是满的。哦。但是2点10分之后可以移动的非常快，对，所以他的时间也够回来。勋，你啥时候回的家呀？我是14点27到了安保局，脱下了扛沙服后，准备查询定位。然后14点30，安保局收到了消息，在4-1发现了死亡的真，于是我将手枪里的子弹填满，前往案发现场。等于你1点出去，一直到2点27才回去。对，我中间晕了吗？这个石头打中头有准确的线索能证明吗？有线索，他的衣服上有那个脏。这是磕晕了。我吧，其实想过，勋其实并没有被打晕，或者他没有被打晕很久。就是他可以尾随真嘛。他2点1刻杀掉真之后，他16、17、18、19、20，他到安保局换下衣服，补足弹药，然后他再过来2点半啊，倒是够，还是够。那可是我要没有晕，那我的帽子上的血是哪儿来的呢？就受伤了，但是没晕，就这个意思。可能在这个点上你有点小问号。对。就这个。我想问一下，勋的那个定位是要回安保室才能看吗？手表就能看。对。那假设勋2点10分之前没有晕倒的话，我刚就在想，他是想追箱子更多呢，还是想去找这个针更多？肯定追箱子呀。而且他的定位是在箱子上的。对。他定位是在真箱子上，所以他如果在2点20之前醒了，他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在变电站，他就不会跟着真跑到他死亡的那个地点去杀他。对，那就把他排了，这样完全。如果勋并没有被打晕，他一定会看到真开车去追箱子。对，他就不会看他的手表。那你就有可能在现场跟着真走了，因为你们的角度看不见被换来换去这些箱子，你就会跟着真走。但是我晕完之后，我起来看到，我说这个东西，我的追踪器是坏的，然后我不就回家了吗？那现在辛跟哲我先不考虑了，然后陈哲呢，我们已经盘完了之后是时间存疑，但是他应该是老太太。大的问题是他的线路不对，我不能说瞎话。勋他是用自己晕倒来解释所有这一切，但被砸不见得会晕倒。又怎么了？又死人了。还是你太太恢复了。看看有没有新消息。
这是金宝在催真护卫。金宝说：“42号货物还有多久可以到巴克什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最后的心愿是再看一眼童年记忆里的10斤玫瑰。消散了。它曾是干枯沙漠里最美的一抹亮色，却在战火中绝迹。我命人四处寻它，终于在遥远的地方寻得唯一的一株。它会在被阳光照射的瞬间绽放，但是又在绽放后迅速凋零。千里迢迢，我只等它抵达我的眼前。明白了，就为了这一点念想啊。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医疗装备，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博士，有人认为它可以成为一个诱饵，查出所谓的暗桩，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武器的蓝图，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太空技术。这么多人为了它去冒生命的危险。等于就是财阀最后买了一朵花，它很珍贵，它非常稀有。直说不就完了吗？这不你就直说完，这些人都不去了。你见到了呀，一个仿照版纯金的10斤的，见着了，你们都很幸运。把你给他就完了吗？对，我那液氮可炸不烂。你那纯金的，去吧，你现在第一个要投，加油！哇，当第一个这确实太痛苦了。快投吧，去吧，加油！不要考虑我啊。稍等一下，我补充一下，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吧？是不是？啊？你要不等他走了再蛐他呢？就是我换完那个箱子之后，我是躲到这个碉堡里，等沙暴停了之后我才出来，然后我看着星把那个假箱子往外飞，把那个真箱子就留在了1号的碉堡门口。2点10分把这个箱子放飞之后，万一星看到这个针去追这个箱子了，那他2点10分的时候已经可以开车了嘛？他也可以跟着这个针，就是弄到这儿，这个时间上是够的。你的角度是我根本没有走，我看到了有人追箱子。对，我既然能看到有人追箱，我也能看到你推箱子，因为我站在那儿，我不可能说只看他不看你啊。不是，但是你会认为飞的那个是真的，对吧？啊，对。你会看见你看见他推东西走了，你会觉得哦，这个傻子推了个假的，对吧？你实际上干嘛了呢？你放飞完了之后干嘛去了？我不回家了吗？因为我要回家看定位，我跟你的逻辑是一样的，我只有回家才能看到定位。那你回完家之后就开车就特别快了，对吧？他如果2点10分回家，他2点1刻到不了死亡现场。他跟陈一样，时间不够，除非他先尾随之后，他再回去换他的弹药和脱他的衣服是可能的。但是就是他会不会看到了真开车去追他的伞？但是我人在正门啊，我放完之后我人在正门啊，我的角度看不到真啊。他肯定是往便利店方向去走嘛，对不对？他应该是这么走，这么走，对不对？真等于要从这儿弄个车，然后这么追。他这样走很容易就会看见真从那个点看见那个伞过去，然后就开车去追了呀。你说他看不见吗？他听到车的声音，他就会回头看了，对不对？啊，那星就有可能了。现在只有2种可能性，一个是大在自己的位置出发，从修车厂撞见了他，但是很难啊，因为但是这个大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对，还有一个是2点10分可以开车，真开了车，他5分钟满打满算到了那儿，凶手也是一样的，从碉堡1出发，杀了他之后回去把弹药补齐。
也就是说2点10分谁在碉堡1？到底谁更有可能呢？有人撒谎了呀。去吧，加油吧！啊。我对这件事情的逻辑，现在首先我最开始怀疑的是陈，但是我后来仔细的思考了一下，陈的时间点跟我的时间点以及计划基本上是同一个思路。如果我不太可能，那么陈应该也是一个极限的操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在决赛圈的就是勋跟大。要么就是勋说他被砸晕，但是他并没有被砸晕，他在这个点上撒谎了。然后呢，他只要没有砸晕的话，他会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做这个手法。就大来说呢，他有一个疑点，就是他回完家之后，他是否真实的去了金库，然后在针打气球的时候，他想要这个箱子，然后他打了针。我今天把这票投给勋。好的。勋，我觉得他的疑点就在于他到底有没有真晕。那新比较模糊的点就是，他说他把这个箱子放飞之后，他就回家要看这个监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存疑。那这样说的话，到底谁更有可能呢？我目前觉得陈跟勋是在我心目中最大的疑团。陈，我没想明白，陈他要先去找到太太，还是找到箱子？对，然后但是勋的那个表那个事儿，在我这儿他是说不明白的，但是我就是感觉，如果真的是大难，2点10分回到家，碰到他，这现在呢，我们排的最干净的一个人是哲必特。那么我把大赛德和陈丰一，我基本上也排了，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目睹这个真的行动线，他们只能去偶遇。偶遇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太强了。那么就剩下了新亚和勋武明，所以是你吧？哎呀，在我这儿就剩大赛德跟新雅。但大赛德就很偶遇，新雅就是应该撒谎了。在回去之前，他发现真，然后追上他了。时间到，请离开现场。上哪搜去啊？谁有头信？有一种不想离与感，今儿是有啊。是的。来吧，请公布。互联网土法综艺大侦探第11季第12主，谁是杀害真护卫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好希望有1票，谁能被我？获得0票的玩家是哲必特。哲必特0票。大赛德。
一个都没投，只有你对付你在对我有信心啊啊！陈丰一，我也0票啊！哦，确定吗？你们？有这么高兴吗？不是，我是刚才跳着就没停下来啊。老婆还没醒呢，我去接呀。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勋武明和新雅之间。勋武明和新雅互投了对方。侦探第一票投给勋武明。第一票那种是盲投的。侦探第二票投给新雅是说他放飞了滑翔伞之后呢，他就回家去看定位了。但是在他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很有机会可以看到真开着车去追他的滑翔伞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定会去追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新雅。新雅，哇，发生了什么？大赛德投给。我就是感觉勋和陈中间，我更怀疑的是勋，所以我要把票投给勋。勋武明，瞎投啊，瞎投，都瞎投。陈丰一投给。如果有一个变数，就在10分那儿，新雅有没有可能看见真开着车去追，然后他就跟上，就他吧。新雅，现在3比3平啊，平局了，都就你的票决定，你的关键一票。哲必特投给。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去找这个箱子。勋他没有真的昏迷，醒来之后看到真追那个伞上面挂了一个箱子，然后就立马去追了。只有他有可能。勋武明4票，请进铁路。错了你，太难了。我们都错了，对不对？没事儿，祝贺。满票，哇，厉害厉害！勋武明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勋武明，成功！哦哦！厉害！哦，厉害！哦，你撒谎了。对啊，你撒在哪儿了？你没有晕，你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就是我受伤了，他看着气球已经飞走了，他必须要跟着气球，然后我就跟着他，因为我主要箱子，我不想杀他。就在他开枪的那个时候，我也开了一枪，有一颗子弹在他脑袋里。但是呢，我那个时候着急处理子弹，所以我就下车来，然后把那子弹从脑袋里抠出来了。抠出来之后呢，我就撒了点油，然后最后拿火柴把它点了，毁了一下尸。对。那你咋没去拿那个箱子呢？因为我办完这些事儿的时候，那箱子已经飞走了。我查手表上的定位，发现定位器已经被损坏了，所以我只能回去了。等我一回去的时候，发现人家已经发现它了。哦，好吧，我们也请可爱的甄小宝送上侦探徽章。哎呀，又是零收获。来，颁发给，感谢，谢谢甄小宝，谢谢魏晨老师。你也投对了是吧 ？Yes。哎，还真是刚好4个呀。好兄弟。
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感谢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小布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谢谢啦，那我们就离开这儿吧。去吧，让我独自接受惩罚吧。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今天邀请到我们几位熟悉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肖丹法官。小齐好，陈老师好，观众好，大家好。欢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一斐沈老师。大家好。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关注科技伦理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在黄金沙漠的樱桃小镇上，多方势力角逐的乱局愈演愈烈。小镇安保总监勋武明趁黑沙暴来袭、能见度极低的时机，想要偷走42号货物，却在偷盗过程当中被侦护卫发现，在争抢时开枪击杀了侦护卫。我们先请法官对本案的凶手进行定罪，给出量刑的建议。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啊，那么勋武明呢已经着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由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他着手实施的是盗窃行为，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这些犯罪行为过程中啊，为了抗击抓捕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再按照盗窃、诈骗、抢夺罪，来定罪了，那么就转化成抢劫罪。这个案子里边呢，有意思的一点呢，侦护卫不是我国现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他是一个仿生人。如果我设置一个仿生机器人护卫，发现了以后，通过人远程控制来对他进行抓捕，那么他抗拒，这种也完全可能存在构成转化性抢劫罪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他没有对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形成直接的伤害，勋武明的行为是直接造成了侦护卫的损毁，对吧？对。那么即便是定抢劫罪，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也考虑到被害人的那么实际的一个状况，那量刑上我们也可以酌情给他进行考虑。那在故事里面，脑机接口的研发虽然能让失能人群看到康复的希望，但也是被这个哈天科集团利用，成为了开发超级士兵的战争工具。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一项让人类直接通过脑波信号操控信息设备的技术，目前已经从实验室逐步走向落地的应用。但最近某家科技公司宣布脑机接口准备量产的消息，也引发了大家再一次对于科技伦理问题的担忧。这种现象，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一些看法？脑机接口的量产呢，引发了公众对于技术垄断的担忧。一些这个垄断企业，它利用核心技术专利、数据优势等等这种技术的壁垒，导致呢中小企业其实是难以进入这一块的市场的，所以呢，这个创新活力呢也是被严重的抑制。其实这种行为呢，它是与反垄断、促进竞争包括这个激励创新等等的这个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呢也很容易形成这种一家独大的僵化的局面。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垄断也可能引发这个权力滥用与多重的侵权。在数字经济领域，有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呢，还可能会过度的去收集或者是滥用这个用户的数据，侵犯个人隐私权与这个信息自决权。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它在这个用户没有声明授权的这个情况下，暗中收集这个用户的手机通讯录啊，还有这个地理位置啊、浏览信息啊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甚至呢将这些用户的数据然后打包出售给这个广告公司，用于精准的营销啊，就是严重侵犯了这个用户的隐私。同时呢，在这个医疗啊、技术啊等等这种关键的领域啊，就是有一些垄断企业，它可能会抬高技术的这个使用成本，等于是变相的剥夺了公众获得这个普惠性服务的权利，严重的破坏了这个市场公平与消费者的权益。对。我觉得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讲讲为什么科技伦理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在科技的发展中，尤其是人工智能现在在不断的走向深度的智能化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AI 的交互能力是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所以呢，使用者在中间很容易陷入叫拟人化的陷阱。也就是说，我会把你这些算法和程序最后编出来的结果看成是一个真实的具备责任和情感交流能力的主体，这样就我很愿意向你倾诉感情，我也愿意交给你我的很多的隐私，并且我们相信 AI 会像人类一样信守承诺、保守秘密。但事实上 AI 并非是法律事实上的所谓的责任主体。一个 AI 的虚拟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乙女游戏里的一个纸片人也好，它并没有情感的这种承诺，它无法对用户的损害承担后果。那一旦出现数据泄露、算法滥用以及情感被辜负等等的问题，你会发现这种损害、这种侵权非常的隐秘，它对人造成的这种困境以及造成这种情感的伤害是更大的。此外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的自主性也越来越高，而这个呢，会出现学术上的一个概念叫自主安全悖论，就是当它这个东西越来越自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类会觉得越来越不受控制，我的安全感是降低的。就像一个自动驾驶的车子，它全部自动驾驶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会觉得有些恐慌的。它一旦发生问题，我没有这种机械的切断，这个事故是非常的严重的，10秒钟之内可能就车和人都没有了。所以这种拟人质的陷阱和自主安全的悖论就提醒我们，科技伦理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当一个科技公司它在不断往前推进技术的时候，它必须要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的确觉得科技的伦理是非常值得讨论的。没错，我们其实往期的节目里边也讨论过科技伦理，包括还有什么医学伦理。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视为一种社会话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提到的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解放我们的双手，甚至解放我们的身体，能够腾出手来、腾出身体来去干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嵌入其中，为它所控制。我们哲学研究对象就是人嘛，人是只能作为目的，不能作为手段的，否则的话，真的就会各种违反人伦道德底线的各种很奇葩的一些发明创造会不断的涌现。我想到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应有的意义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确能接触到的新兴技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这些技术的确会让生活更加的便利，但的确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那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双刃剑呢？技术本身呢，它是中立的，在实际应用的场景当中呢，那作为使用者，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这个边界，避免触犯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比如说那个现在的网络上，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它流行的一种叫做 AI 二创音乐，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如果被广泛的制作传播，就有可能会侵犯原创的改编权。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有可能违反刑法第217条的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无论是前面我们说的脑机接口这样的前沿技术，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接触到的 AI 应用，科技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工具，唯有多方的携手，划定公正合理的伦理底线，才能让科技真正的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今天案件的讨论就此结束了。
科技的发展需要伦理的护航，社会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技术的无序狂奔，而是以坚定的立场抵制强权逻辑，让科技始终向善。那再次感谢3位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会，再见。我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值得思考的这么一个故事吧。大家都是奔着这个东西去的，但是大家都没有猜中最后这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好像是一个盲盒，就是你愿意相信它是什么，它有可能就是什么。像魏晨他那个扮演的角色里头，也不确定里头是不是他妻子需要的那个东西。对，大家就是因为在这种濒临崩溃、穷途末路的时候，都愿意相信那里头是他的救命稻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吧。这中间有很多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呢，通过各种的脑补就把这个方向想象的特别好，而且就执念的一直要走下去，然后最后得到了之后，可能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什么都得不到。追求的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们平时追求大部分东西还有钱，真是追求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然后还想追求更多，永无止境。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以及人生的信念中，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你最初的初心的。我们经常说人不要有执念，不要有贪念，但是更多的是人的念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这个动力，如果你是用在一件对的事情上，或者是一个好的目标上，它就是正面的一个动力。我想人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念头，要珍惜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把它用在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向上。其实看了后面那个视频，就充分的感受到了哥哥对于我的爱。其实我们之前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被诬陷的，然后被另外一个人被一个暗桩给杀掉的，结果没想到最后他是为了保全我，然后自杀。我的角色里头是因为父亲本身是向往和平，拒绝拿自己的这些东西去给恶势力，然后当他们的傀儡，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只要但凡有机会能够去惩治恶势力，都是愿意去努力的。也许最终也没有达到我所谓的那个目的，但是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更善良的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初心跟善良的本色，在尽全力的努力着。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相信美好的。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藤密室、长藤鬼笑、异次元密室。法则